苦楚之战第5章，新祸皆种至。第3集。受伤的人是军统军事情报处少校陈本夫。保惠杨子把陈本夫藏在教堂地下室洗礼池。保惠出钱为陈本夫买搭宝树云号去香港的船票，把他送到船上。伤者是军统军事情报处少校陈本夫，他受伤后跑进教堂，想暂时躲避巡捕追踪，正好坐在保惠杨子面前。保惠杨子二人配合，把陈本夫藏在教堂地下室洗礼中，盖好盖子，躲过巡捕搜查。等会众散去，地下室没人，杨子开了一部日军吉普车，还带了急救箱。他开车与保惠一起把陈本夫送到城郊一间破庙。杨子时常在休息日背着红十字急救箱骑自行车出城，为附近村子里的穷人看病，为农妇接生。日军哨兵常见他背急救箱出城，这次见他开车带的一男一女会说日语，车上除了急救箱外没其他可疑东西，就放心了。保惠出钱为陈本夫买了搭宝树云号去香港的船票，他和杨子一起把他送到船上。陈本夫知道杨子是日军军医时，用日语对杨子说：“救命之恩，永之不忘，必当报答。”临别前，陈本夫要保惠留下姓名地址，说他必涌泉相报今日救命之恩。陈本夫此行从香港到上海，来找潜伏在东亚同仁书院的经济学教授军统特工何问天取情报。他与何问天约好在法国人开的信会咖啡馆见面，二人只用日语交谈。何问天对陈本夫说：“日军有进攻英属缅甸和英美东南亚殖民地的迹象，将从中国抽5个师团，日本本土派4个师团，组建攻打缅甸和东南亚的南方军。此份情报只能口头传递。”不料何问天话刚说完，被突如其来的子弹射入太阳穴，当场毙命，头垂在桌上的血泊中。陈本夫迅即俯身欲拔枪自卫，不幸腹部中弹，子弹打在长方形金属皮带扣上，起了缓冲作用，弹头只穿透皮肤，嵌在脂肪层，险些伤及内脏。杀手已无影无踪。陈本夫掏出手帕捂在腹部，顺手拿几块餐巾，迅速逃离咖啡馆，用餐巾擦去滴在地上的血迹，转了几条街，听见重生堂教堂里传出悠扬的歌声，灵光一现就进去了。因他忽然想起从前听人说外国宣教士都是西医，会开刀，会接生，他就想去教堂碰碰运气，同时躲一阵子，以免落在巡捕手里。他不能暴露身份。射杀何问天的不是日本人，不是汪伪汉奸，不是黑社会，而是一名民间抗日锄奸队成员。他盯梢何问天已有数日，锄奸队
把常与日本人在一起的何问天当成了汉奸。这名锄奸队员坐在邻桌，听到何问天与陈本夫说日语，再看陈本夫的造型，就断定陈本夫是日本人。他杀何问天后，顺手给了陈本夫一枪。好在陈本夫敏捷俯身，只伤及腹部，没有击中要害。这事之后，保惠与杨子因在信仰方面谈得来，开始建立彼此的信任。随后几周主日敬拜，他们见面，常聊信仰生命话题。当杨子得知保惠是牧师的女儿，格外看重她。杨子知道保惠已从山口善武那里得知她是小野武雄大作的遗孀。礼拜结束后，保惠应邀到教会附近信会咖啡馆与杨子小坐。杨子与保惠谈起她嫁给比她年长8岁的小野武雄的故事。当时还是中佐的小野武雄，1936年在日本东京参加226事变失败后陷入消沉。有位信耶稣的同乡见小野武雄状态不好，就把他带到一个教会的布道会。布道会上，小野武雄第一次见到为唱诗伴奏弹钢琴的杨子。杨子生命里散发的馨香和阳光，给低沉苦闷的小野武雄向善向上的力量，激发他内心深处爱的火山喷发。他原不打算结婚成家，准备献身日本，为天皇尽忠。认识杨子后，他渴望娶她。通过那位带他来布道会的同乡与杨子相识，小野武雄开始追求杨子，杨子委婉拒绝了。因为小野武雄虽早就读过圣经，但他只是欣赏基督教教义和圣经经文教导的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也不相信耶稣升天后赐下圣灵给信他的人。杨子不愿嫁给非信徒。小野武雄是看准目标就勇往直前，不惜代价夺取，永不放弃的人。他看准杨子是命运之神为他预备的伴侣，就决心追到他。只要有机会，他就去杨子所在的礼拜堂聚会，同杨子一起学习圣经。杨子发现小野中佐是在认真研究圣经，他提出的问题中不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一次他问杨子，上战场杀敌属于流无辜人的血吗？这问题把杨子问住了。他答，我也想过这问题，还没找到答案。他又问，圣经要人顺服掌权者，如果长官要下属干不仁不义的事，下属顺服算犯罪吗？杨子说，小野先生，我请教牧师之后再告诉你吧。小野武雄提出的问题，他没能给他满意的解答，但他对他产生了好感。小野武雄毕业于陆军大学，其父是同志社大学神学部教授，其母出身武士家庭，家中藏书颇丰。小野武雄自幼喜欢阅读文学、历史书籍和西方经典。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混合作用在他的生命里。
他在与杨子交往1年后的复活节受洗了。受洗2个月后，他与杨子在教堂举行婚礼。他们刚结婚几周，卢沟桥事件发生。1个月后的8月15日，日本陆军省组建上海派遣军，医学院刚毕业的杨子被征召入伍当军医。小野武雄和新婚夫人杨子随松井石根大将率领的上海派遣军出征到上海淞沪前线。不到2个月，小野武雄战死上海大场。宝慧从杨子的叙述中隐约觉得，他的未婚夫徐永道驾驶诺斯柔轰炸机冲入日军阵地，与几十名日军官兵同归于尽时，在阵地巡视的小野武雄大佐，很可能就是杨子的丈夫小野武雄。杨子的丈夫与宝慧的未婚夫同在浓烟中离开世界。宝慧为自己哀叹，也为杨子伤感，又在心里质问上帝：主啊，杨子和我都是信靠你的人，为什么对我们如此无情？宝慧不愿告诉杨子，她的未婚夫殉国在淞沪抗战上海大场，不愿对杨子说，他殉国的未婚夫是中央航校轰炸机上尉教官。在宝慧眼里，杨子死去的丈夫小野武雄是中国人的仇敌，是杀害徐永道和中国人的日寇。日军在中国的作为，让人看不出武士道有何尊贵荣耀。他知道，日军在江浙投放细菌弹，造成瘟疫流行，瘟疫、疟疾等流行病已蔓延到抗日队伍。宝慧隐约感觉到，他经手的进口抗疟疾药和阿司匹林很可能被八路军买走了不少。英仪大药房总经理沈元涛可能是共产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为八路军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那些特殊订单都是他亲自操作，只有宝慧说明，因为这是他管的项目。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